巴菲特清仓了标普500指数 SPY 跟 VOO，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也看空美股了？牛市就要结束了，我们是不是要赶紧撤离了？我们先不要急着下这个结论，因为这件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大。那我们今天先来聊一聊巴菲特他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真正的投资意图。那2025年这个市场呢，作为牛市第3年，目前我们普通投资人可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策略，来调整自己的仓位，降低风险。同时呢，也不要错过市场的机会。先放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大家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出独立的判断。对不起，我今天喉咙真的是非常哑，不好意思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清仓标普500指数，也就是 SPY 跟 VOO 这件事情。我们从最新的巴菲特持仓，也就是截至2024年12月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目前最大的3个持仓呢，仍然是苹果公司，然后占比是28%的仓位，然后美国通用占比16.84%，那美国银行呢占比目前的话是11.19%。可以看到，在2024年第4季度的话呢，伯克希尔哈撒韦确实是有减仓，但是减仓的幅度呢是1.93%。即便是经过了减仓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前3家公司的话，它仍然占巴菲特仓位的50%以上。我们看下面这个对比表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仓位目前的话仍然是美国的股票。那我们往下看这边的话，完全卖出的仓位确实 SPY 跟 VOO 两个对标普500的指数确实全部被卖掉了，但是我们看这边的仓位，它只有0.01%，两个都是0.01%，也就是说，指数在巴老爷子的仓位当中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微小。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核心投资策略呢，从来就不是买指数，他们是通过买优质公司，赚钱的方式呢是通过长期收购和持有原先价值被低估的成长性非常好的公司，就比如说像之前的苹果、美国通用，还有美国银行等等的一系列的公司，他们是赚的和公司一起成长的钱，而不是靠被动的指数投资来赚取收入。那巴菲特的投资逻辑呢，就是与其持有整个市场，那不如直接持有那些可以跑赢市场的公司。在巴菲特给股东的信当中也提到了，伯克希尔呢，永远会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股票，主要是美国的股票，永远不会偏向于现金等价的资产，而超过优秀的企业，不管是全部控股或者是部分控股。那巴菲特推荐我们普通人买指数基金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研究能力，可以从公司的基本面未来的发展，对一个公司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研究公司的财报、行业趋势，那么买那些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呢，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就看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收益，如果我们把钱放在那边放10年，那它的每年的收益呢也有13.61%了。时间再拉长，我们从1993年放到现在的话，中间肯定已经经历过无数的熊市了，2000年的互联网 bubble， 对吧？股市跌50%几也经历过。那即便是这样子呢，钱放在里面这么长时间的话，它每年也有10%以上的收益了。In my view, for most people,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own the S&P 500 index. 虽然说指数投资在长期来看的话会有不错的收益，那以近期而言的话，巴菲特的一些操作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呢？其实是可以的啊。那巴菲特老爷子在给股东的信当中呢，有2个比较实际的地方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呢是它的业务增长，主要呢是在保险业方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去年1年在保险的 underwriting 跟 invest income 这2个上面呢，就给他们公司带来非常可观的利润。保险公司呢，确实是同时能够兼顾带来现金流，同时又有增长性的公司。虽然它增长性没有像科技公司那么大，但是呢，它比较稳定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这边保险公司这么招人恨呢？确实赚钱。巴菲特公司还有个赚钱的地方呢，就是短期国债。他这边说，虽然说去年1年他们有53%的公司的利润不及预期，但是呢，他们在 Treasury Bill， 也就是短期国债上面赚的钱呢，就是远远弥补了这个损失，还有的赚。
目前美元现金的收益呢，差不多是在4.3%左右。可以看到，虽然说美国过去一年降息，从5.5的利率降到了目前的4.5，但是呢，从长期来看呢，4%以上的这个利率还是不错的一个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菲特现在持有越来越多的现金啊，差不多是有300多亿了。那放在短期国债当中，吃一些无风险的收益利息，还是蛮香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照抄一下他的作业，因为目前美股的市场呢，确实是蛮危险的。我们从标普500的指数上面可以看到，从出了2022年这个熊市之后呢，那1波、2波、3波非常平滑的上涨已经过去了。那目前的指数呢，现在上涨的时候是越来越艰难了。我们从日线上看得更加清楚，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每一次的上涨已经不是在均线之上的这种平滑上涨了，而是上涨一段就伴随着剧烈的波动。从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开年前后更加明显了。每一次的上涨碰到压力位的时候，就有个下跌。那任何的消息，比如说降息放缓、失业率下降、CPI 的数据、DeepSeek 的影响，都会引起股市的一个大波的下降。那周五的话，是因为美国2月份的1年期通胀预期呢，甚至4.3%，市场又进一步的下降。只要碰到压力位，它就开始1波、2波、3波、4波的下降。那从这个上面看，是不是美股已经上涨无力，快要见顶，马上就要进入熊市了呢？特别是现在非常多的美股都在高估值区域，那最近下跌比较狠的也是那些高估值的科技股。但是类似的情况呢，在美国历史上其实还出现过挺多次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我们从之前是08年的大熊市跌了57%之后呢，它一直到2020年，也就是疫情的之后的一个熊市大熊之间，几乎有10年时间是上涨的。整体上是上涨的，但短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1个、2个、3个小熊市这样子。那多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个接近19%、20%的下跌了。但是即便有这样子一段下跌，我们从之前07年顶部到2020年熊市之前的话，美股也上涨了118%。那股市呢，是一个让急躁的人把钱交给有耐心的人的工具。市场上面短期肯定是有震荡的，波动也在加剧，但是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市场仍然是向上的。至少目前的话，虽然波动在增加，但是仍然是处于牛市当中。我们现在能做的呢，一个呢就是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不要再像之前一样追涨杀跌了牛市后期的话，特别是波动率增加的时候呢，容错率就更低了。那以前你可能买一些消息股啊什么的，还能赚点钱，之后可能并不一定会如此。还有一个呢，就是增加一些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如说是美元定存也可以，短期的国债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国债最新的就是在6个月之内的收益的话，都有4.3%以上了。那拿出一部分钱来放在这边吃利息也是蛮香的，特别是国债还能省你个周税。那从分散资产的角度呢，也可以尽量去关注一些有盈利能力的股票，或者说是一些海外市场。例如巴菲特看好的日本市场，那巴菲特从6年前就开始投资日本了，然后不断的投资的是5大商社，像伊藤忠、丸红、三菱、三井、友住。那目前的投资金额呢，其实它已经翻倍了，目前的话有235亿美元在里面。那巴菲特会选择日本呢，就是一个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其实跟伯克希尔哈撒韦比较类似的，都是多元化的业务，然后有稳定的现金流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股息收益也蛮高的，这些公司的平均股息收益率都有3%到5%，这个就比很多美股的公司更加稳定一些。那如果大家对巴菲特这份股东信就是想要自己研究一下呢，我把这个链接放到视频下方，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好吗？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了。主要呢就是巴菲特虽然说卖掉了所有的标普500的 ETF， 但是并不表示他牛市见顶了，只是他资产仓位调整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个比例实在是非常小，那我们呢也不用过于害怕。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可以做的呢，就是调整一下仓位，增加一些现金美元投资的产品，把原来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品种呢，换到比较稳健型的投资品种当中。那如果大家对于购买短期国债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视频留言，我看我要不要出个详细点的教程。好，那就祝大家都投资顺利，早日财富自由。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